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戴娜姐姐，欢迎来到跟我走走这个节目。上一集我们去了大关的私邸，很有意思，很值得玩味。而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一位超级富豪的房子，也是豪宅，当然是古代的，而不是现代的。现代大老板的家根本进不去。这座豪宅始建于大约1810年，没落时间不迟于1920年，前后大约100年时间，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3代。不过，由于开发得太迟，大部分建筑已经破败或毁坏。对于重建的部分，我们放在最后。我们先从原汁原味的地方开始，让我们走吧。现在大家看到的叫账房院，位于这个建筑群的最南端。以前住的是账房先生和伙计。从明朝开始，本地周边就一直盛产铁、瓷、陶器，而他们家做的就是这些生意。鼎盛时，全国很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货站，他家甚至把生意做到了都城。有记载说，他们家曾一天收入白银2万两，当年清政府年财政收入也不过5-6千万两，绝对的超级富豪。这里是院套院，进里面看看。危檐裂壁，差不多彻底荒废了。但当年这里应该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因为每天有那么多银子在此流动，人少了肯定不行。而现在
这里叫新院，是他们家最后修建的居家院落，也是这个建筑群保存最为完整的建筑之一。看这块木雕，真精致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这些窗框门棂的做工，这种建筑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那就是一旦把门关上，整个空间就被密封起来，风吹不进，雨打不着，除了屋檐下的阴影消消长长，石头上的青苔青青黄黄，一天和一年基本一个样。时间停下来了，寿命自然就能延长，所以特别适合养生。当然这是瞎说的，我更相信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这个院子已经很久没住人了，据说容易出事。这个应该是个旧院子，现在已经完全被改造了。这里应该也是个古代遗存，很可能是普通人住的地方。据说，这个宅子的第一桶金是这样淘到的。当年他们家太穷，所以有人出去逃荒。几年之后，那人带的车马回来了，车上全是银子。当然，这属于口传历史，但我认为相比于笔墨，口传更加纯粹。这是他们家学堂，从里面出来过几位地市级官员，虽然都是虚职，但光要门厅足够了。走，让我们进去看看。学而优则仕，钱多也要仕，从古至今都一样。往里看看。基本上全翻新了，没什么可看的。这里边有个院子，进去看看。结构和新院基本一样，
只是被改造过了。不过院子就是让人住的，只要住得舒服，怎么处理都合适。走吧，太旧了，感觉特别不舒服。现在我所处的就是这个建筑群最重要的位置，从这里进去就是这个建筑群的核心区域，也就是老爷太太们饮食起居之处。这个大院属于复式建筑，一大堆功能不同的小院子簇拥着一个大院子，共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建筑群。但这个建筑群十分独特，完全没有其他豪宅常有的宫殿味，十分别致。大门进不去，咱们换个门进。这个叫教廷院，顾名思义，也就是老爷太太们停放轿子的地方，相当于现在的车库。这个叫加工院，也就是俗称的磨坊。但磨已经看不到了，只剩下一些缸缸罐罐。这叫后院，隔壁有个中院，应该也是主人住的地方。这里就是刚才那个大门的后面，照例是官位表。两边都是，在这地方只有钱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这样的小院子有7、8个，门挨门，院套院，一不小心就把人转晕了。这儿也有个账房院，这个账房院应该属于财务中心，但这里不应该是放大钱的地方，太小，钱多装不下。下面是不是应该有个大营窖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就是主院的入口，看门上的这些木雕，上面的木雕都是手工雕刻的，精美细致奢华，但并不张扬。可以看到吗？有2个小孩在莲花宝座上面。我觉得应该算文物。连上惠子，家族兴旺。再往上呢，中间是2个慈眉善目的老人，但是一边是禄星，一边是寿星，表示这个慷慨承受，不避讳罪。再往上呢是锦鸡牡丹，表示锦绣前程。从这里进去就是主院，让我们平静一下，
看看里面有多少惊喜。这里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木雕工艺，确实精良。大家看看这个匾额，天什么忧什么，4个字3个不认的，很厉害的样子。上楼上看看。每当到了这种地方，我总会禁不住想穿越一下，看看当年在这里生活的人究竟是个什么情况。可今天没情绪。据说，在大约120年前，就在这里，不知道在哪个房间，老爷早上起来，叫一个丫鬟来打扫房间。丫鬟扫着扫着，不知怎么就碰了床一下，只听哗啦一声，一大堆银锭就从床底塌了出来。丫鬟当时什么情况不知道，只见老爷用脚踢了踢银锭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么多还不够我用3辈子？”结果他的3个儿子有2个不正常，正常的那个除了抽鸦片外，还喜欢打骰子。只过了几年，他家能卖的就全都折现了，那些银子自然也没了。天冲优渥，这句话确实很有智慧。终于出来了。这里是花园娱乐区，很明显，大部分都是复原的。还是新的好，敞亮养眼，这才是品质生活应该拥有的地方。
刚才那些院子过于压抑，只能旅游，不宜居住。当然，这是拿现在的标准来看的，而不是以前。因为这样的房子，不要说200年前，就算在几十年前，也属于豪宅级别。坚固、宽敞、保暖、方便，对于那时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不要说居住，就算想一想也很奢侈。就像今天的很多房子，所以说1000到1万都是钱的事。有钱尽情享受，没钱凑合活着，世人皆知的道理。所以不要嫌弃那滚滚浓烟，浓烟之下全是白花花的银子。可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谁都弄不清楚。从哪来到哪去？怎么说有就有了？怎么一眨眼就没了？全都是谜一样的东西。到处都是发财的道理，可没有一条适合自己。到处都是真金白银，可每一块都是别人家的，一点办法没有。所以，就让我们过图门而大嚼吧。就算不能亲身参与盛宴，但看一